小时候都玩过填色游戏吧？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一场至臻 Plus 版的填色游戏。选手们要让这些黑白房子合理的拥有色彩和有意思的故事。厄运组计划做一辆油漆车，将楼房撞出了色彩的场景。画面的重点是油漆的喷射感，于是他们设计让喷射出的油漆撞到空中的一架小飞机。华莱士看了都直呼内行。一辆彩虹油漆车为了躲避路上的小鸭子而偏离马路，撞向了房顶，颜料喷涌而出，击中了屋顶的飞机，被喷溅上的东西都感染了颜色。他们的模型从来是乐趣第一，技术第二，评委也非常认可，这就是乐高真正的意义。短发小哥准备做自然之母，从昏暗的世界走过，经过的土地全都繁荣复苏的画面。In your head yet a vision of what she looks like? A little bit. What celebrity does she look like? I don't want to say Paul Rudd, but Oh, jeez, all right. So he's a handsome man. yeah, so she's sort of got like that delicate facial structure of a Paul Rudd. 这个设想最大的难题就是用砖块塑形自然之母的身体线条，五官和表情有一个做不好，就无缘半决赛了。你自己看看，这好看吗？改了几版后，他们最终定上了这个吹气的表情。接下来就要解决自然之母光屁股的问题。要知道，用乐高设计裙子比做条真裙子还难。小哥灵机一动，找到了软网零件，将一个个颗粒按上去，瞬间自然之母就有了灵气。自然之母给黑白世界带了新生，所到之处生机盎然。但这个作品有一点跑题，题目是为黑白世界带来色彩，而不是带来生机。 We have trees already, so there are probably different ways to introduce colour as opposed to life. 妈妈组自从第一集的艺伎惊鸿一瞥后，再也没翻出花来。直到这一期，他们把房子当成了花盆，房顶有个巨大的洒水壶，浇灌过的花朵都变成了彩色。乐高里没有黑白灰色的花朵和树叶，但这反而成他们秀操作的机会。妈妈用人仔裙子和骑士盔甲做成了花瓣，还用上了搅拌器、换挡杆，甚至是汽车的引擎盖和方向盘。几乎所有的灰色键都成为了花坛的一部分。但7个小时过去了，底板还有一大片空白不说，颜色又要怎么引入作品？妈妈组丝毫不慌，先拼出一个白色的水壶，然后用科技键衔接彩色花丛，制造倾泻而下感觉的同时，解决了固定问题。Our house is a planter box with the watering can above it, pouring the water that's colouring the flowers. 颜色配比实在是太高级了。大片的灰色更强调了颜色的出处，一小部分的色彩颇有种4两拨千斤的感觉。水壶换成任何其他颜色都会抢戏，花朵的造型上各种 NPU。这次的作品质量很硬，提前恭喜妈妈组进入半决赛。胡子哥每次遇到需要想象力的题目，都得卡壳歇菜一会儿。俩大老爷们儿琢磨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能带动物的点子。一群可爱的小独角兽飞驰而过，为世界带来色彩。评委让他俩别只想着造型，要想想颜色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提示也是拯救胡子哥不被淘汰的关键。修改了一下设定，胡子哥让每只独角兽身后留下了只属于自己的颜色。5只独角兽在路上飞奔，身后留下的痕迹给世界刷上了色彩。如果颜色部分只留下独角兽和他们身后的轨迹，剩下部分全部黑白，估计质感能上个台阶。最后公布半决赛名单，第一个就是本期不用参赛的长发组，厄运组和妈妈组没什么悬念，只剩下胡子哥和短发小哥组。 Gus and David, your story was crystal clear as to why colours were in your world, and that saved you today. 恭喜这4支队伍进入了半决赛。这是一棵重达400公斤的乐高树，这么大棵树，我退休之前应该能拼完。本期的比赛叫节外生枝，意思就是要在这些树枝上折腾出点东西来，能否杀进总决赛在此一举。不过这棵树不就是为胡子组量身打造的动物世界吗？他们每次想的不是搭什么故事，而是搭什么动物。但动物要是做好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故事。这一次他们准备做一只栖息在树干上的大老虎。记住这张草图，他们拼的比这草图画的还好。要用乐高方块塑造出来活物的表情和姿态，估计一般人连想象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回到舒适区的胡子哥如鱼得水。 Tiger, it's unreal. How about you focus on our build, you dog? Yeah, but that's sick. 我竟然被一只乐高老虎凶了。为砖块赋予情感，这一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细节这块还差点。评委过来指出老虎的脚缺了东西。 If you think about it when it's up on the tree, you know, we'll see the underside. The underside. The pads. pads. 就当比赛要结束时，选手们又被突然告知有反转，这棵树下还暗藏了一格地底世界。5个小时内还要创造出和树上的作品相关联的新故事。感情节外生枝是这个意思。胡子组本来想在地下做人骨，但介于太惊悚，最后换成了动物毛鼬。 I'd say this tiger is close to one of the best things we've ever built.
It looks organic, it looks alive. 猫鼬从洞口探出头，用鼻子嗅探老虎的踪迹，而老虎也感知到了猫鼬的存在，静静地趴在树上等待机会。他们用微妙的氛围来讲故事，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叙述手段了。但半决赛里，评委必须苛刻点，指出猫鼬的姿势不够准确，但晋级绝对是绰绰有余。恭喜胡子哥成为了总决赛的第一支队伍。厄运组拿的是最高处的树枝，这个高度刚好做个小孩荡秋千的场景。用乐高做这么大的动态模型可太难了，而且因为高度，他们一半时间都要蹲在桌底作业。荡秋千的重点是要荡起来，而不能是单纯晃动。好在厄运组的机械一直很强，他们先设计2个发动机驱动涡轮，再驱动齿轮，最后连接机械杆，让两边同时同速摆动。然而 Subtle swing. Subtle, it moves about a centimetre. 轮胎太重了，根本摆不起来，再加个人就更不可能了。他们光搭这个东西就花了5个小时，现在拆掉只有死路一条，只能想办法继续优化机械。秋千不行，还有腿可以荡。果然，给腿里塞上动力后，带着秋千也跟着动起来了。正在他们以为比赛终于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的这一下子给选手的白眼都拉到天上去了。They are loving the twist. 比赛远没有结束，他们还要继续干出地理世界的故事。这个反转是不是有点针对厄运组了？其他组都是动物系，这发挥空间不要太大。What do kids keep underground? 那可能只有时间胶囊最合适了。女孩正在荡着秋千，一只蝴蝶落在了她的鼻子上，树下埋着时间胶囊，里面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照片，等待未来某一天的挖掘。这脸做的也忒潦草了，盗墓的挖到这时间胶囊，估计都得让同行嘲笑3年。五官丑归丑，但作品的机械部分动起来确实很丝滑，是个相当厉害的技术模型。长发小哥准备在树枝上做一个精灵村庄，卷毛嫌弃树枝太短，非要增加难度，延长1节。这还不算完，这2个小天才还想看看树枝会不会断。 This is a terrible idea. But if it falls now, we have time to fix it. If it falls at the end, we are proper shot. 在测试了延长的树枝能固定住后，他们才开始搭建。单一个精灵村庄太无聊，于是他们在剧情里加入了反派邪恶蜘蛛。这些个大蜘蛛做得过于写实，我要是村民，直接把村子给他们了。等到比赛结束，节目组放出来了一个仿佛专门给他们设置的转折：地下世界。精灵村庄的地底下藏点什么，好像都很合理啊。他们在地下做了一个蜘蛛网的巢穴。在比赛只剩下1分钟的时候，卷毛竟然还想要搞一只蜘蛛出来。 树枝上坐落着一个精灵村庄，邪恶的大蜘蛛潜伏在树枝下，准备奇袭村庄。村民们也骑上蚂蚁，严阵以待。树根下面是蜘蛛网的老巢，精灵们穿过传送门，悄悄潜入，准备将蜘蛛网的巢穴变成敌后战场。长发小哥把树枝进行了360度无死角的环绕拼搭，上下左右都能瞥见一个漂亮的构图。而且因为乐高里这种紫色的零件非常有限，选择它作为主色调来拼搭，其实无形中提高了整体难度。地下的精灵巢穴乱中有序，看得我手痒痒，想摆一个在家里。可惜节目里的作品在比赛后1周内都会被拆除。妈妈组做的是王座上的封后，他手下有很多996工蜂在给他打工，一颗黑色香肠零件就表现出了他们的不满。转折部分，他们将地理世界变成蜜蜂的茶水间，休息时间打工蜂可以在这里恰饭。蜂后趾高气扬地坐在王座上，前面的打工人不是打工蜂悲伤地站在前面，下方是打工蜂的休息室，他们在这里补充体力，然后乘坐电梯上去继续加班。蜜蜂的方头仔形象技术含量偏低，评委也指出他们的蜜蜂只在树枝上排坐，而其他组的模型都是4面8方的延伸。妈妈组这次的作品过于卡通和平面化，在其他3组大神的坐镇下，肯定是挤不进总决赛了。剪辑肉像长官。乐高界的春晚来了，这3组选手都是澳洲层层筛选出的最强乐高玩家，冠军可以得到10万澳元的奖金和乐高大师的头衔。钱不钱的不重要，主要是就喜欢听人叫我乐高大师。老观众都知道，每年总决赛都是28小时的自由发挥，长发组的作品经常统一观众的审美。他们这下终于熬到总决赛，可以放飞自我，做一场天马行空的大战。还记得小时候玩小冰人吗？他们做的就是小冰人的至臻高端版。故事里的巫师唤醒了树人，和人类的工程师对抗，看他们搭建就像上数学课。摄影师稍微走个神，镜头回来，他们就变出了一座大山。他们还给山上的巫师周身做了旋风技能，还是电动旋风，奥义旋风召唤术。然而旁边评委的表情就没有这么好看。评委认为离远了看故事不够清晰，也就是缺少视觉引导。他们参考之前的作品，决定做一个大技能。总决赛总要有些插曲进来，节目组老套的请来了选手的家人们直播连线。You look like your brother, but you do rag about having a knob on top. 但让我意外的是，这档节目竟然拥有了不属于竞技综艺的温情。Look, a lot of the time on shows like this, you know, the crew gets neglected. And so it's a bit of a special treat for everyone here, a bit of a surprise. I've organised all the crew's family as well to join us via Zoom.
Look at that, incredible. I can see it's got Nige, got him good. There we go, Nige, got you, Nige. That's it. No, oh, don't drop your focus. 长发组手速快是公认的，到了最后1小时，卷毛的手已经严重超速。这一桌子零件数之恐怖，不知道能顶多少个千年隼。一个巨大的推土机正在毁坏这片森林，钻机破土而出，直升机在一旁待命。山顶的巫师可不会束手旁观，他凝聚了整片森林的自然能量，变成一束冲击波，撞向推土机。另一边召唤树人来对抗这些铁皮机器。作品细节实在太多，他们好像花了28个小时创造了一整个世界。说到缺点，长发组其实更适合命题作文，和上届长发组的作品风格很像，却少了一些美感。看来头发还是不够长，但从他们的作品里能窥见我们最早玩玩具的初衷，那就是在残酷的生活中，让我们有了自由掌握快乐的勇气。这一季的厄运组可以说是拿了逆袭剧本，最开始抽到厄运砖，中间被淘汰又复活，历经波折，最终来到了总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厄运组准备做一个底座，是可以旋转的超大马戏团。马戏团的内部被割成4个部分。Each scene will be viewable from all angles. How does the tent sit around that? Rather than actually build the entire tent. 那厄运组不想要帐篷，评委直接抓住盲点。It means nothing if they're all open and you can see all of them and it's just rotating around. 厄运组被评委一语惊醒，先支起帐篷骨架，然后固定板块上色，马戏团的帐篷外壳就做好了，这颜色看着就顺眼。妹子这边负责棚内故事，比如这个马戏团员工的社死现场。So that's her. She's holding his pants, and that's him. He's come out. 这旗舰店其实有3个的人仔，随便抓一大把，用来填充马戏团里的游客。然而他们的转盘转速太慢，想加点细节进去能急死个人，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1分钟。I bet you wish you'd got that lazy Susan a little less lazy. I really do. 巨大的红白马戏团中有旋转的4个场景，里面有着你能想到的所有杂技表演。侧面有环绕的小火车，外面的马戏团小丑正在卖魔术气球，还有拿着气球看表演的孩子们，冰激凌摊和排长队的游客，几乎集齐了所有马戏团的要素。但总决赛必须严苛一点，马戏团有个很不美观的地方，就是顶部红白帐篷的缝隙非常大。总体来说是完全有实力和长发组抗衡的作品。28小时靠搭乐高赢下45万人民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当澳洲最牛的乐高玩家拥有了无限使用的砖块后，他们创造了狐狸、蟒蛇、老虎、狗头等等这些极度传神的模型。到了最后一场总决赛，胡子哥难道会拼个动物园吗？他们准备做一个大的森林场景，2只鹿正在小溪边喝水，不远处的狼群正窥视着这里。2个小时后，鹿已经初见雏形，鹿腿只用了细细的科技键就能稳在底板上。胡子哥做动物的优势来源于自己大型电子生物设计的工作，在搭建时他们有很多小技巧，比如狗的眉毛有一块小肌肉，从而能散发情绪，但狼的眉毛上没有肌肉，所以表情没有温度。他们的手艺之妙，连评委都忍不住了。Mission to touch. Mission grab. I'm not allowed to touch the Lego. Maybe season 4. 做完动物之后，他们开始抠场景，用乐高去搭这么大片的森林沙盘，填充河流与花丛，几乎是在一个个像素块的去做处理，整个场景生机盎然。此时的胡子哥仿佛就是造物主。 I feel like I've just got to say it. Why does this look so beautiful? Our story is there's a family of deer in a beautiful forest. Just drinking water, minding their own business. 鹿警惕地察觉到了一只狼的靠近，停下了喝水的动作。然而鹿没有注意到另外一边2只狼摸了过来。这个模型别说奖金10万，拿去拍卖都不止这个数。他们不需要任何动力组就能让动物活过来。准备抬起的狼腿，微微偏转的鹿头，这些动势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好像只要观众站在这里足够久，就可以看到下一幕。360度无死角构图，这一桌子的搭建技巧足以诠释一本乐高教科书。 Yeah, chef's kiss. 3组作品摆在现场，和往年一样，一共250位观众，1人1票。但卷帘门一打开，我就觉得大事不妙。不妙的是，来投票的小男孩居多。试问谁会为了2头鹿放弃巫师大战坦克的故事呢？甚至还有一个会旋转的马戏团。但决定冠军的关键还是评委手中的100票。因为疫情原因，没有了往年的现场观众。Ceasefire. 计票完成，先来公布总决赛季军。 It's Gabby and Ryan. 逆风翻盘的典范，一路升级打怪，和满级大佬站在同一个颁奖台上，恭喜厄运组！接下来即将揭晓整季最大的悬念。 The winner of Lego Masters Season 3. Oh no.
David and Gus. 恭喜胡子哥实至名归，大哥激动的脸都红穿了。长发组也拿到了亚军，可惜只差一点就可以享受这场金色的雨了。You've made a build in 28 hours. I feel like I'm in a forest. I feel like there's danger. I feel anticipation. I feel concerned. I feel tranquility. I feel all of these things out of a plastic brick. What? Are you nuts? It's beautiful. It really is. 最后捧杯吧，胡子哥。Thank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Thank you to the team. Thank you to the special effects. Thanks for watching. Congratulations. 如果一群完全没玩过乐高的人来参加乐高大师，会发生什么？圣诞节特别常里，节目组请来了澳洲的4个著名主持人，他们给这4个门外汉一人配置了一位往届选手。这位整活哥分到的是人气选手塔王组的小哥，同时为了补偿实力上的不足，这一期每个队伍都可以使用评委1小时。太好了，能不能让评委帮我扛2袋大米到6楼？这个使用指的是让评委帮助自己搭建1小时，这不纯纯就是带乔丹打篮球和 Faker 做队友吗？整活哥和塔王准备做一个圣诞老人卡烟囱里的故事，然而这些目前都是塔王一个人做的。整活哥除了划水以外，几个小时一直在做一张陷阱地毯。Lego was invented in 1932 when brickmen come over. If he looks at the rug and I say, it's when Lego was invented. If he doesn't correct me, got him. 整活哥终于等到评委问出了那个问题。What's 1933? Lego started in 1933. No, it didn't. When did it start? The 10th of August, 1932. 他们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了评委，用乐高搭一个皮质沙发，仅仅靠想象，评委就在1小时内用小砖块做出了皮革的感觉，缓解了塔王的压力。圣诞前夜的客厅里，圣诞老人卡在了烟囱里，因为壁炉太烫，所以他的脚不得不来回乱踢。但整活哥也不算全程划水，壁炉上的袜子、1932年的地毯、墙上虎胆龙威2的海报都是出自整活哥。角落的圣诞树下面是一辆转得很巧妙的小火车，桌上是留给圣诞老人的曲奇饼干和牛奶。塔王一个人能做完这些是真的牛，看看其他组的作品就能对比出塔王有多难了。金发妹子分到了第1季做波塞冬那组的冠军大哥。妹子不喜欢无聊的故事，于是提议做一个黑帮圣诞老人和小弟抢完银行庆祝的场景。My plan is to wear Brickman out for the first hour and he has no energy for anyone else. 因为他们拿到的主题是澳洲圣诞节，所以请评委做了一只考拉和一只袋鼠。上次打波塞冬是职业比赛，这一次就是娱乐局，对于大哥非常轻松。大哥只要配合妹子的想法，还原出这个有趣的故事就行。其实圣诞老人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因为在家里不受宠，就来到了澳洲做起了黑帮。他手下的小弟抢劫了银行，偷走了所有的圣诞礼物，在沙滩上庆祝烧烤。作品上半部分太空，不过对于新手来说，这个程度已经很 nice 了，尤其是故事很有意思，小精灵的头部运动也很巧妙，其他我编不下去了。短发女主持的队友是第3季里的短发小哥，这小哥在雪花球那集就已经搭过圣诞主题了，经验上更有优势。他们的圣诞老人驾着雪橇在屋顶，雪橇拉的礼物都掉在了地上。圣诞赛里每个队伍可以使用1小时的评委，他们自己先做比较简单的房子，把最难的部分留给评委。We were thinking a sleigh. 评委自己在脑袋里迅速建模，1小时后就变出来了一个圣诞雪橇。Good hour? Arguably the best hour we've had so far. I feel like I'm running a massage parlour. 白色圣诞节这一天下起了大雪，几个关节键连成了雪人飘逸的围脖。这棵圣诞树更简单，用基础板层层交错，再加上一点小装饰。屋顶的圣诞老人因为驯鹿起步太快，后备箱的礼物都掉了出来，就像这只挂在房顶的小泰迪熊。屋外角落的一堆胡萝卜暴露了是驯鹿在随地小便。无论是细节还是整体都很像乐高大师的作品，差点忘记模型有一半都是不会乐高的人做的。给白发哥配的队友是塔王组的2号塔王。白发哥是一档房屋改造真人秀的主持人，虽然已经55年没玩过乐高了，但老哥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搭建。他们准备设计一个圣诞老人工作室，圣诞老人在楼上命令着下面流水线的员工，和上一组一样，他们也将核心交给了评委。 We want a big Santa Claus sitting in a throne. Love it. 这个曲线的塑造真的没话说，但头还没评完，评
评委的使用时间就结束了。看看他们接手后的成品，圣诞老人坐在2楼，居高临下的指挥着这些打工精灵。打工精灵们包装好礼物，经过传送带，最后放上雪橇车。礼物的流水线和小塔吊都用上了机械，角落里的抓娃娃机和2楼悬梁在吃东西的小精灵都是亮点。最后评委看过了4组作品，将第1场的冠军给到了尿尿驯鹿那一组。短发女主持和小哥将在下一场比赛拿到了一个不是很巨大的优势。These hands for 1 hour. Can we unwin? 为了拿到圣诞乐高大师奖杯，整活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Never before on a show, I would suggest, as the grand prize needs to. 整活哥和塔王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计划，先由塔王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Oh dear, clumsy me. Oh no. Clumsy. Oh. 再由整活哥将圣诞奖杯放在小推车里，然后带回去藏匿赃物。本期主题是做一个小孩子都想要的圣诞乐高套装。 If you want to get your hands on the incredible Brixmas. 整活哥和塔王准备做一个城堡，地面上是兵临城下、两军交战的场景。然而就在搭建过程中，整活哥被发现是疫情密接者，所以就被抓去隔离了。其实整活哥走了，反而提高了塔王的效率，最后一个人拼手速完成了城堡。红色军团正准备和黄色军团交战，他们正在给投石机装弹。与此同时，屋顶上的龙要带走公主。评委认为缺少一些可动元素，比如能升降的吊桥和活板门，但这有点太难为塔王了。城堡从单人作品的角度说，真的已经巨强了。白发哥和塔王2号这边就稳得多，他们做的是一个坐落在澳洲荒野中的联邦风格的建筑。西风从沙漠中吹过来，引燃了一场火灾。5代人建立起的房屋，包括这个可爱的小厕所，也将要被烧毁。打开屋顶，里面有完整的家装和人仔故事。澳洲人文化咱不太懂，但看起来是一个成熟的 MOC 作品。圣诞特辑最终篇，评委替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短发女主持 M 姐和 B 哥准备做一个能看到内部的蘑菇学校，因为上场比赛拿到了使用主持人1小时的特权，他们非常怀疑主持人的搭建水平，不情愿的交给他做了一个蚂蚱校车。主持人为了找回场子，开始在后台和评委进行了朋友交易。主持人先背下来评委拼好的蚂蚱，然后在 B 哥和 M 姐面前装一下自己也很牛逼这件事。最后等到时机成熟 When the time comes to switch out my grasshopper with Brickman's, I've never felt so alive. 巨大的蘑菇学校下面，蚂蚱马车正载着学生们去上课。蘑菇教学楼像玩偶屋一样可以打开，门后有药水课、音乐课和魔法课，顶端是天文学课堂，集齐了故事美学和可玩性3要素。做波塞冬的大哥简称波哥，他们准备做一个珠宝盒里的乐队。波哥终于可以在机械部分施展功力了，但和其他组比，珠宝盒实在是太小了，他们直接在下面加了一个大抽屉，外表看上去是个床头柜。打开顶部的礼物盒，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型乐队，这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机械设计，鼓手和背后的音响同时颤动的节奏很真实。打开柜子，4个抽屉就来到了商业互吹环节。顶层是恋爱综艺《爱情岛》，类似最近的《单身即地狱》。第2层是乐高大师，这是上一期偷奖杯的整活哥。然后是明星的红毯现场，最下层是 M 姐主持的今日秀。整个抽屉就像一个剖面的电视台广告，创意很妙，只是场景上有点单薄。最后4支队伍里，蘑菇学院得到了评委的赏识， B 哥和 M 姐也成为了乐高大师里唯一一支赢下所有比赛的队伍。等会儿这奖杯有消杀吗？密接者碰我啊！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